朋友你好，我是雪莉，欢迎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。明朝时期，一个卖菜郎经常外出卖菜，他的妻子趁他外出卖菜和野汉子私通，可他明明知道了也不说破，于是越演越烈。走到街上，很多人对他指指点点，侧目而视。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？明朝云南有位著名的秤锤禅师，俗姓蔡，住在昆明小东门外。蔡军的父母去世之后，遗下了一些田园财产，生活过得很好。蔡军节俭勤劳，经常拿自己种的蔬菜到外面去卖，赚些零钱补贴家用。蔡的妻子年轻貌美，但是好吃懒做，逐渐的那点闲心膨胀成了邪念，在家做起了潘金莲。色胆包天的他出轨偷情，和野汉子私通。后来蔡军知道了妻子有婚外情的事情，但他并没有说破。日子一久，蔡妻的胆子越来越大了，竟然有恃无恐，毫无顾忌的在家里和野汉子鬼混。众人也都好奇，蔡妻给他戴了这么一顶绿帽子，蔡军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？怎么就这么懦弱，不去挑破妻子偷情的事儿呢？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都为蔡军打抱不平，可人家正牌的家主默不作声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好，下面播放一段工商广告。每次在酒店、咖啡店、地铁等公共场所上网的时候，我都感觉不安全，总担心个人信息会被盗取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使用公共 WiFi 之前，我都会打开 ExpressVPN 的原因。公共 WiFi 是黑客入侵的重地，只要是使用相同的 WiFi， 一个只掌握电脑基本常识的任何人都能轻易窃到你的个人信息。ExpressVPN 能在我的设备和互联网之间建立一个安全的加密隧道，让我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得到保护。还有当我每次登录网上账户需要输入密码的时候，我的大脑都是一片空白。在看到密码输入错误的提示时，我的心情又变得很沮丧。但是自从 ExpressVPN 成为我们节目的赞助商以来，我完全摆脱了这个困境，因为我有了它的免费密码管理功能。每个账户都被系统生成一个复杂而且安全的密码，不需要记住每个密码，只需要记住一个登录密码，应用程序就会帮我自动填好所需的信息。密码遭遇风险时，它还会及时提醒我。ExpressVPN 被福布斯、CNET、TechRadar 等主流世界大公司评为首选 VPN。它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打开应用程序，点击一个按钮，你就安全了。在应用程序中，您还很容易找到密码管理器 Keys。手机、电脑、平板电脑、智能电视，甚至家里的路由器都可以装上 ExpressVPN。一个订阅可以同时连接8台设备，想时刻保护你和家人的在线安全，请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.com/culture history， 您将获得额外3个月免费的服务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。有一天，蔡军很早就出门卖菜了，他估算着野汉子还没有离开家，就买了一些好酒好肉带回家中。还真让他估摸准了，那野汉子还没离开，见到正牌的家主回来了，只好狼狈的赶紧躲在了床底下，不敢露面。蔡军到厨房做菜，蔡妻心里有鬼，故作镇静出去洗脸，帮着丈夫烧火做饭。饭菜做好之后，蔡军叫他摆碗筷，他只摆了2套。蔡军叫他摆上3套，说我今天要请客。蔡妻只好又添了1套碗筷。蔡军叫他请客人出来喝酒。蔡妻假装惊讶，说客人在哪里啊？蔡军说就在房间里。蔡妻胆战心惊，支支吾吾地说你可不要说什么鬼话，屋里哪有什么人呢？蔡军说你不要紧张，也不要害怕，你请他出来就好了，如果不出来，我就给他一刀。这时候蔡妻已经慌了神儿，赶紧叫他的野汉子从床底下爬了出来。明明是情敌，蔡军却请野汉子上座，还向他敬酒。
野汉子以为酒里有毒，不敢喝，蔡军就先喝了一杯酒，再请他喝，野汉子这才放心。酒足饭饱之后，蔡军忽然向野汉子拜了3拜，说：今天真是个好姻缘，我的妻子年轻，没人能招呼得了，还得你照顾才好。今天我就把家财和妻子都交给你，就请收下吧。蔡妻和野汉子都听呆了，实在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谁也不敢答应。蔡军拿起一把刀，装作威胁说：你们要是不答应，我这就要了你们的命。那2人只好答应了下来。蔡军净身出户，什么财产也没带，就离开了家。他一直走到长松山，到西林庵出家了。他一面种菜，一面修行，参禅打坐的功力渐长。再说说那野汉子，自从财色双收之后，整日好吃懒做，并没有好好的善待老婆，天天打他骂他。蔡的前妻实在受不了，心里那个悔恨呐，只恨自己有眼无珠，白白失去了一段好姻缘。一天，蔡的前妻离家出走，跑到西林庵，请前夫蔡军回家，想和他重寻旧好，但是蔡军没理他。后来呢，野汉子坐吃山空，把家财败光了。蔡的前妻无路可走，只得出去讨饭。他想起蔡军以前的恩情，想要报答他。没出家之前，蔡军喜欢吃昆阳的金丝鲤鱼，于是前妻就做好了一盘金丝鲤鱼，送到西林庵请蔡军吃。蔡军收下那盘鲤鱼说：好啦，你的情我心领了，这些鱼我得拿去放生了。前妻说：鲤鱼都已经煮熟了，不能再放生了。然而当蔡军把鱼放进水里，鲤鱼竟然活了。一直到了1955年，昆明的黑龙潭古迹还有这种鱼呢。秤锤禅师出家前是个俗人，他放下了妻子偷情的事儿，最终修道有成。古时有一位修道人，有一年参加大众聚会，和大家住了很久，人们对他的评价极好，认为他度量很宽，待人厚道。这位修行人经常劝人放下放下。有人就问他：你这样劝人，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啊？他说：我在30年前就已经断除了烦恼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后来啊，这名修道人觉得人这么多在一起，多少有些不自在，就悄悄地跑到了山上，住茅庵隐居，继续修行。修道人独自夜宿孤峰，也不和世人交往，感觉自由自在的，以为这样就真的没有烦恼了。谁知有一天，他正在庵中打坐，听到门外有一群牧童吵吵嚷嚷地说要到庵里去看看。有的说不要打搅修行人，有的说既然是修行人，那他的念头肯定是不会动的。就这样吵闹了一番，后来所有的牧童呼呼啦啦的全都窜进去了。修道人坐在蒲团上专心打坐，起初并没有理会他们。这群牧童们，这个找吃的，那个找喝的，彼此吵闹不休。修行人沉默而坐，毫不出声。这么闹哄哄的一片，修行人一声不出，牧童们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呢，于是就使劲地摇晃他。可是怎么摇晃，修行者也不动。牧童们好奇，摸他身上发觉还有丝丝暖气儿，于是有人就说他入定了，不会理你们的。一个牧童说我偏不相信，于是就拿来一根草挑转他的腿，修行者还是一动不动，挑他的手也不动，挑他的耳朵也不动。一个人打坐做到这个份上，看来打坐的功夫真是不错。当牧童用草挑他的鼻孔时，这回修行人打了一个喷嚏，顿时他睁开眼睛，一股怒火攻心，当即破口大骂：打死你们这帮小杂种！就在这时，菩萨显现在空中说：你曾说30年前就断绝了所有的烦恼，今天还是放不下吗？这修行的功夫啊，
空说一丈不如实修一尺，空说一尺不如实修所得一寸。一个人要能做到不被外界干扰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常言道，水到渠成，功夫用得深了，功果会自然而成。明朝初年，湖南湘潭有一个黄姓铁匠，素来以打铁为生，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为黄打铁。那时正是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兴兵作战的时候，明朝大军需要很多的兵器，黄打铁奉命赶制兵器，昼夜不息。有一天，一名僧人经过他家，前来化缘，黄打铁热情招待，施予了斋饭。僧人问他：你为什么不修行呢？黄打铁说：修行虽然是好事，无奈我终日忙忙碌碌的，怎么修呢？僧人说：在忙碌中一样可以修啊，建议他以后打一锤铁就念一声佛，抽一下风香也念一声佛，长期坚持下去，他日命中必会脱生到天国世界。黄打铁就按照僧人的话去做，一面打铁一面念佛，就这样终日打铁终日念佛。渐渐的，黄打铁惊奇地发现自己干了一天的体力活，不但不觉得疲劳，反而觉得身体轻健，心里安详自在。随着年久日深，黄打铁已经做到嘴不念时心自念，并且见有所悟，心有所得。后来黄打铁快要去世的时候，他预知到大限将至，于是向所有的亲友辞别，说他将要去佛国世界了。离世的那一天，黄打铁把家里的事交代了一遍，随后沐浴更衣，他在铁炉边打铁树下说了几句寄语：叮叮当当，久炼成钢，太平将近，我往西方。说完，他溘然而逝。这时候忽然涌起一阵奇异的芳香，弥漫了所有的屋室，从空中传来美妙的音乐声，远近的乡民都听到了天籁之声，感到无比震撼。就在黄打铁去世的这一天，很多人受到了感化。现在很多人也是整天忙碌个不停，如果能学一学黄打铁，在繁忙中努力坚持，清除执念，静心修炼，还担心解脱不了生死吗？在虚云的众弟子中，有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名叫巨行。巨行还没有出家时，吸烟喝酒，嗜好饮好很多。他一家8口都在祝圣寺当小工。后来因缘际会，巨行全家都出家了。出家之后，巨行断除了所有的嗜好，虽然他不认识一个字，但是很用功，就靠着听力听诵，不到几年就背下了一些经书。巨行白天种菜干杂物，很勤劳，很少看他休息，夜里就专心的拜佛诵经，也不贪恋睡眠。在大众聚会时，别人说他好，喜欢他，他不理会；别人厌恶他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平时他还经常帮人家缝补衣服，缝一针念一句佛，每一针都不错过。后来巨行云游天下，朝拜4大名山，经历了8年，再次回到了云南。当时虚云正在主持兴建云栖寺，巨行还是什么苦都愿意吃，大事小事都肯干，大众都很喜欢他。巨行提前知道了自己离世的日期，于是变卖了衣物，举行了一场斋供，然后向大众告辞。一切都料理好之后，在4月时收了油菜籽，巨行便自化而去。当时他的事迹轰动了云南，包括主政者唐继尧。之所以轰动，是因为巨行全身都化身成了灰，然而并没有倒下，手里仍是拿着木鱼引磬。当唐继尧等政界大员抵达现场之后，上前拿起引磬，这个时候巨行的身体顿时化成了一堆灰。虚云法师感叹，巨行每天忙个不停，很少休息，大字不认识一个，却能背诵经书。他一面干着杂物，一面不忘修行，有空闲就专一的诵经念佛，
所以生死来去自如自由。这是1955年虚云在云居山对众人讲的几个真实的故事。经过60多年后，今天看起来并没有因为时日长远就远离了现实。在婚外情泛滥的现代，在忙碌奔波的现实中，静下来听一听其中的故事，或许观众朋友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解读，从中看到另一个自己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